这台小主机不但有超级大满贯接口，还是内置电源。漂亮的全铝合金机身，出色的造型设计，可以用一根 Type-C 线缆连接我的显示器，达成小主机和显示器之间供电信号一线通。使用最新的 Ryzen AI 9处理器，这是目前最强的 X86 核显迷你主机。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 AMD Ryzen AI 9 HX370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MINISFORZUM 明凡 AI Xe Pro。明凡这台装置 AI 9 HX370 CPU 的小主机，正面大小也就是长宽，几乎和 M2 Mac mini 一模一样。同样是内置电源，但 X86 的接口多啊，大满贯接口让它的高度相比 M2 Mac mini 稍高了一点点。对比一下自家外置电源的 NAB9 Plus， 大家是更喜欢外置电源机型的机身小巧，还是内置电源的方便简洁呢？明凡 AI Xe Pro 装置 AMD Ryzen AI 9 HX370 4个任务大核，8个任务 C 小核，12核24线程标压移动 CPU， 内置 AMD Radeon 890M 核显，可拆卸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3 PCIe 4.0x4 的 NVMe SSD， 视频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7，后置 Oaklink 接口，内置135瓦电源。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电源线、HDMI 线缆、显示器背夹和螺丝、说明书、NVMe 散热铁、立式底座、银白色铝合金机身，正面有 MINISFORZUM 英文 logo， 左下这是指纹识别模块。机身接口、前面板、电源开关键、双 USB 3.2 进 2A 口、全功能 USB 4接口、耳麦接口、Copilot 按键。右侧面板 SD 卡接口，后面板 USB 2.0 接口，后置 Oaklink 接口，可以 PD 输入的全功能 USB 4接口， DP 2.1 接口，满血的 HDMI 2.1 接口，双 2.5G 网络接口，电源插座，底部和后部都有通风口。卸下脚垫旁边的4颗长螺丝，再揭开中间这胶垫，卸下这颗短螺丝，从后面板掰开底盖，左上是 CPU 风扇，右下是系统风扇。接着卸下8颗标识有3角标志的短螺丝，取下系统风扇的电源小插座，翻开底盖，左边底盖上这块内置电源是行家品牌的19伏 7.1 安，一共135瓦功率。这是2282的 M.2 PCIe 4.0x4 的 NVMe SSD， 旁边还空置了2组，双 DDR5 5600兆赫兹英锐达内存，联发科 MT7925 WiFi 7无线网卡。BIOS 里首页可以看到 64G 内存5600兆赫兹。这里可以修改性能释放，有安静、平衡、性能3种选择。我们选择了最强的性能模式来测试。这里可以修改显存大小，最大 48G， 好大。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i364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一条直线跑在65瓦，整机功耗跑到90瓦左右， CPU 频率稳定在 3.9 GHz。 我们单烤了1小时18分钟，室温24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到 75.6 度， SSD 最高温度26度，这散热非常不错。我们用明凡 AI Xe Pro 迷你主机的 Ryzen AI 9 HX370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7分44秒，共计464秒。464秒是 X86 核显迷你主机的最好成绩，排名第一，超过了友商的 HX370。 CPU-Z 多线程 9291.9， 单线程 812.4，
多线程排名 X86 核显米粒主机第2名和第1名的差别很小。Geekbench 5多核15125，单核2167，多核成绩排名 X86 核显米粒主机第1名，比 M4 Mac mini 高不少。Geekbench 6多核15443，单核2954，多核成绩排名 X86 核显米粒主机第1名。M4 Mac mini 在这个测试中取得了最优的成绩，但还是比 HX370 低了一些，当然单核是 M4 强。Cinebench 223多核23188，单核2038，多核成绩排名 X86 核显米粒主机第1名。Cinebench 2024多核1269，单核121，多核成绩位于所有 X86 核显主机的第1名。Passmark 多线程39829，单线程4315，多线程成绩位于所有 X86 核显主机的第1名。综合上面的比较，明凡 AI Xe Pro 的 AI9 HX370 多核成绩排在所有 X86 核显米粒主机的最高位置。然后看娱乐大师，总分1711069， CPU 得分1096681。我们给 Radeon AI9 HX370 运行 OpenDouble 测试 ，AES 906,968， X20 116061，Core Mark 694585。Core Mark 成绩在我们所有测试的迷你主机中排名第4。我们来打游戏《黑神话：悟空》，使用官方的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自定义画质，超彩开到50，开启真生成。最后结果是71帧。实战一下。就是大王说的那个天命人。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高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45帧。荒野大镖客2 1080p 低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47帧。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90多到100帧。复杂场景80帧左右。地平线4 1080p 超高画质，开了2倍抗锯齿，全程80多到90帧。英雄联盟 10K 中等画质，全场100帧以上。
原神 2K 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50多帧，这就是 Radeon 89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 最高 85.6 度 ，SSD 最高42度，内存做显称最高 79.8 度。接着跑一下 3D Mark、TimeSpy 3291、Firestreak 8835、Steel Nomad Night 23.27 FPS， 稳定度测试以 99.4% 通过。列表看一下 ，TimeSpy 比 780M 核显高，比板载7500兆赫兹内存的 HX370 低不少 ，Firestreak 也是同样低不少。Steel Nomad Night 也比板载7500兆赫兹的 HX370 低了一些，可更换内存频率5600兆赫兹，比板载7500兆赫兹低一截，图形性能和游戏帧数稍微吃亏了。跑 Llama 3.1 大模型还是贪吃蛇编程问题 12.94 token 每秒。测试 DeepSeek R1 真流的千问7B 模型，简单问题 15.31 token 每秒。测试 DeepSeek R1 真流的千问14B 模型，简单问题 7.22 token 每秒。我们能设置大显存，可以跑 32B 的 QWQ 千问开源模型，简单问题 3.21 token 每秒，确实很慢。显示输出 HDMI 2.1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 USB 4和 DP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我们的显示器 DP 接口可以超频到160赫兹，超频后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 160赫兹10位 RGB 显示信号。连接索尼 OLED 电视 HDMI 接口能够输出 4K 120赫兹10位 YCbCr444 显示信号。Radeon 890M 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它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1 视频。YouTuber 8K 60帧 AV1 视频流畅播放。原厂硬盘测试4800兆 bit 每秒，这是 PCIe 4.0x4 的入门速度。USB 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 bit 每秒，这是不错的 USB 4外接存储的性能。而且此时另一 USB 4接口接入了高刷显示器，我们这两个 USB 接口没有兼容性问题。WiFi 6下无线网络测试，这次是联发科 MT7925 WiFi 7无线网卡，跑到了920兆 bps 以上，算是我的 WiFi 6无线网络环境中最好的无线性能了。WiFi 7贴脸测试，下载1200兆 bps， 上传1600兆 bps。螃蟹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 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5G， 跑满了带宽。这些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明凡 AI Xe Pro， 它装置了 AMD Ryzen AI9 HX370 CPU， 在 Windows 下的性能释放是65瓦。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最高没有超过100瓦，135瓦的内置电源能够搞定。提醒大家一下，大家搞一线通的时候要了解，显示器 Type-C PD 输出号称90多瓦，一般真实输出都在80多瓦，应付高性能模式的烤机可能有黑屏掉电的危险。BIOS 里设置了平衡模式，就没有这担忧了。室温21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 29.6 度 ，SSD 待机温度21度，太低了吧？生产力测试 CPU 100%的时候，机身42分贝，放到耳边位置只有38分贝。明凡 AI Xe Pro， 它装置了 AMD Ryzen AI9 HX370 CPU， 出厂65瓦的功耗释放。CPU 性能排在所有 X86 核显小主机的第1名。它不但是一台内置电源的小主机，它还拥有超级大满贯接口，我们对此非常欣赏。这将会是一台很难过时的小主机。它有双 2.5G 网口，可以做软路由，它有满血 HDMI 2.1 接口，可以做最高等级的 HTC， 它有 Oaklink 接口，可以外接显卡坞， Oaklink 外接多盘位硬盘盒， USB 4接口外接万兆网卡，它可以转型为一个有万兆存储功能的家庭服务器。缺点嘛，内存5600兆赫兹的频率，相比板载7500兆赫兹的同样的 HX370 小主机，游戏和图形性能要差一些。
当然，目前市场上所有的 AI9 HX370小主机最大的缺点还是它们的价格。M4 Mac mini 教育国补只要2999元，像一座大山一样压着 AMD。希望 AMD 能给 OEM 厂商降一下 CPU 价格吧。总结一下，明凡 AI Xe Pro 装置 Radeon AI9 HX370，出厂65瓦的性能释放，是 CPU 最强的 X86 核显小主机，没有之一。散热、静音都很优秀，满血全功能 USB4 能接入 PD 电源，可以达成显示器一线通。装置具有强扩展能力的 Oclink 接口，内置135瓦电源，3组 PCIe 4.0 X4 接口，接口兼容性超级完美。明凡全新的设计我也很喜欢，比以前有进步，接口完美，性能登顶。如果价格便宜下来，这将是一台非常值得购买的全能旗舰。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